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一位年轻漂亮的新婚妻子被控谋杀警长丈夫的前妻，就当所有证据都指向她是凶手时，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。从新婚娇妻到杀人凶手，再到越狱囚犯，再到民众英雄，这个女人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发生在美国威州的密尔沃基市。1981年5月28号凌晨2点半，一个长发黑影溜进了一座民房，悄悄打开卧室房门后，他把绳子绕在了一个男孩的脖子上，准备把他勒死。可不料男孩突然醒了过来，踢了他一脚，还大喊了一声，这直接吓走了他。可仅仅几秒后，另外一个卧室就传来了枪响。在冲向母亲卧室时，男孩又看到了刚才那个黑影，他正急忙地跑向屋外。接到报警后，小镇警员很快就来到了男孩的住所。一走进卧室，他们就发现有个女人躺在床上，已经没有了脉搏，双手被绳子缠住放在了身前，嘴巴被人用衣物堵住，背后呢还中了一枪，伤口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被子和床单。看着被抬上担架的女子，探员长叹了一口气，因为遇害的女人是30岁的克里斯汀，他们上司埃尔弗雷德警长的前妻。挂断同事的电话后，警长扇了自己一巴掌，这真的不是在做梦。根据2个儿子的描述，凶手绑着红棕色的马尾，戴着头套，身上穿着绿色外套，还有黑色鞋子。从身形上看，应该是个男人，身上呢还有一股臭味。那次日，按照这些线索，警方就发布了紧急通缉令，媒体报刊呢也进行了转发。但自从凶手逃跑后，就似乎人间蒸发般不见了。根据枕边人原则，警方把调查方向放在了死者的前夫，也就是警长埃尔弗雷德身上。可警长表示，案发当晚自己在警局值班，正在调查一起盗窃案，不可能有机会作案。局里的同事呢证实了他的说法。虽然埃尔弗雷德的不在场证明滴水不漏，但警方还是不敢掉以轻心。那毕竟这一次嫌疑人是警长，非常熟悉猫与老鼠的游戏规则。在搜查案发现场时，警方发现室内有被盗窃的痕迹，似乎是为了劫财。可如果是劫财，那为何要冒险杀害年幼的孩子呢？警方决定从克里斯汀的枪伤入手，先找出作案的手枪。埃尔弗雷德警长告诉同事，自己呢有2把手枪，一把是警局的配枪，案发时呢在自己身上，另外一把左轮手枪则放在家里作为备用。经过一番调查后，警方认为凶手很可能是警长的现任妻子21岁的罗莉·邦贝内克尔。案发当晚他刚好在家，而那把左轮手枪也刚好放在家中，而罗莉呢有充足的作案条件。根据资料，罗莉呢此前是当地的一名女警员，后来因为卷入实习警员的嗑药风波被警局解雇。一段时间后，她向法庭起诉了自己的老东家，控告他们歧视女性和从事其他非法活动。从警局离开后，罗莉在当地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当了一个女服务员，打了1个月的杂后，她就辞职了。后来案发时，她任职于当地大学的公共安全部。获悉警方怀疑自己是凶手后，罗莉一脸茫然，这怎么就怀疑到我头上来了呢？我可是3好市民啊。罗莉交代，案发当晚自己原本打算和朋友去逛街，但是因为朋友临时有事，自己呢便待在家里。到了晚上，自己看了一下书，然后就上床睡觉了，一整晚都没有离开住所。为了验证罗莉是否在撒谎，警局就为她做了测谎，可2次罗莉都顺利通过。看着一脸无辜的罗莉，警方希望她能够提供不在场证明。可这个呢就直接难倒了罗莉，因为当晚就自己一个人在家，这要上哪里去找不在场证明？那这下真的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言。根据资料，案发时罗莉刚与警长埃尔弗雷德结婚5个月，因为漂亮的长相和出众的身材，罗莉呢还引发了不少非议。有人说她是狐狸精，
勾引了原配的丈夫，但也有人说是警长老牛吃嫩草。但从动机上来说，萝莉作为第三者似乎更有可能作案。那很快一些新线索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警长表示自己和前妻离婚后，对2个孩子有一半的监护权，每个月呢会按时向前妻支付抚养费，平时只要一有空就会去前妻家看望儿子。为了方便，自己把前妻住所房门的钥匙放在了一个盒子里，而这事萝莉也知道。所以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趁着警长在警局值班，萝莉在半夜时拿走了盒子的钥匙，用警长的那把放在家里的手枪残忍杀害了克里斯汀。可动机是什么呢？那毕竟萝莉和警长才刚结婚5个月。那思来想去，警方就怀疑萝莉是看不惯警长每个月要支付抚养费给前妻，觉得这笔费用影响了她的未来，所以才想除去2个孩子。这就能解释为何当晚那个凶手不但想要抢钱，还想要杀害警长2个儿子。为了验证这个猜测，警方让警长2个孩子进行辨认，可他们坚称自己看到的是个男人，身材高大，不可能是继母萝莉。除了2个孩子，作为丈夫的警长也认为凶手不可能是萝莉，因为结婚前萝莉就接受了自己和前妻的事情，不可能在婚后5个月才动手杀人。案发后不久，与萝莉同住一栋公寓的住户告诉警方，自己家的下水道突然被堵住了。找维修工一看，结果发现是一顶红棕色的假发卡在了水管里，而萝莉卫生间刚好也接着这条管道。那想到之前警长孩子提到的长发以及萝莉高大的身形，警方就更加怀疑凶手就是萝莉。而更巧的是，萝莉住的公寓离警长前妻的住所只有2里，这么短的距离，萝莉完全有可能带着假发跑到警长前妻家中杀害他，回来后再把假发丢到马桶，而不料呢卡住了下水管道。可这些呢都是间接证据，要想成功将萝莉定罪，还需要直接证据，而它就是警长留在家中的那把手枪。所以警方就将手枪送到了鉴定科，那结果发现它就是杀害克里斯汀的凶器。那每样间接证据都指向了萝莉，用警方的话来说就是她不但有作案动机，更有作案条件。案发1个月后的6月24号，警方以涉嫌谋杀为由正式逮捕了萝莉，并指控她一级谋杀。面对警方的说法，萝莉一口否认，可她在情绪上呢却非常冷静，甚至没有一丝气愤，更没有一滴眼泪。可萝莉越是冷静，探员就越觉得她冷血，因为要是换做其他女人，早就撒泼带滚，哭个不停了。来到监狱，萝莉的父母就告诉她不用担心，他们会请个好律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而另外一边，对于妻子的辩解，10几天前呢，她的警长丈夫还愿意相信，可现在警长根本就不相信。那短短1个月后，警长呢就带着自己18岁的新女友去外地旅游。那前妻惨遭毒手，新婚妻子被捕的事情他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。警长21岁新婚娇妻半夜残忍枪杀前妻，事情曝光后立即引起了媒体的注意。这么有噱头的新闻，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的。那还没等法庭召开庭审，报纸呢就把萝莉的背景扒了个精光。他们发现萝莉曾在花花公子俱乐部工作过，所以第2天报纸上的头条就变成前花花公子兔女郎因为谋杀被捕。那不出意料，当天报刊销量大涨。那一时之间，女模勾引警长，警长包养情人的各种传言，那在小镇上是越传越凶。法庭之上，克里斯汀的2个儿子出席了庭审，他们回忆了自己母亲遇害的经过，并且坚称继母萝莉不可能是凶手。那庭审进行到后半段时，萝莉的前室友也作为检方的证人，向陪审团指证了萝莉。他说萝莉此前曾几次吐槽过克里斯汀这女人太碍事，得找人把她干掉。那加上此前的假发和手枪鉴定报告，检方对萝莉就展开了猛烈的质问。那前后5个多小时，21岁的萝莉呢是有条有理地回答着检方的问题。他的律师看到后
也感到非常震惊，那不愧是当过警察的人。可这份冷静到了一些记者笔下后就变成了冷血，他们认为蛇蝎女人莫过如此。那萝莉会被判有罪吗？起初陪审团呢是无法达成一致，因为很多证据都不是直接证据。商议4天后，陪审团就做出了裁决，认为萝莉一级蓄意谋杀罪成立，判处无期监禁。那这个判决出来后就引起了民众的热议，他们的意见呢是两极分化。一审过后，萝莉一直寻找机会上诉，她此前的室友也承认做了伪证，但自己呢是被警方强迫的。萝莉以此为由提起上诉，可2次都被法院驳回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萝莉在监狱中是越来越绝望。那直到被关押9年后，一个男人的出现改变了局面。这个男人名为多米尼克·基里亚托，他妹妹和萝莉呢被关在同一所监狱。那有一次，多米尼克去监狱探望妹妹，而刚好萝莉的亲人也来探监，那几个人呢就被安排在同一个会客室。那就在不经意间，萝莉和多米尼克互相对视了一眼，好巧不巧，两人就是这么看了一下，那缘分就来了。探监结束后，萝莉就向多米尼克的妹妹打听了来看她的男人。多米尼克的妹妹说这是我哥，然后说的一大堆有的没的，那其中呢还包括他哥单身，刚离婚不久。在一封封的信件中，两个人的感情急剧升温。多米尼克呢只要一有空，他就会跑去监狱和萝莉聊天，而萝莉呢也分享了自己的很多经历，那包括自己在警局实习时看到了腐败，例如巡警居然贩卖黄色影碟，还强迫妓女为他们服务。那虽然俗话有说越漂亮的女人越喜欢说谎，可多米尼克觉得萝莉不像是会残忍夺走别人生命的凶手，他相信女友一定是被冤枉了。而在多米尼克的鼓励下，萝莉呢就提起了第3次上诉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还是被驳回，那就意味着他永远无法走出监狱，更无法和多米尼克在监狱外长相厮守。那不出意外，萝莉的上诉还是被拒绝了。那获悉消息之后，男友就来到监狱里安慰萝莉。那说着说着，两人呢就萌生了越狱的想法。入狱9年后的1990年7月15号，萝莉和男友实施了越狱计划。萝莉从洗衣室的窗户爬了出去。那虽然翻墙过程中呢小腿被割伤，但是呢她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，因为此时的男友就开车在围墙外等待，他距离自由只有1步之遥。而在萝莉越狱之前，多米尼克呢已经偷来了2人的出生证明，他们直接开车北上加拿大。那为了骗过边界安检，多米尼克还在车上放满了新婚道具，假装2人是刚结婚，他准备去加拿大度蜜月。车辆开到边境安检路口时，多米尼克谎称妻子的皮包被人偷了，那里面呢装有2个人的护照等身份文件。那不过好在还有出生证明。那事成事败就看这2张纸了。因为从越狱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，美国警方呢肯定已经下了通缉令。不过幸运的是，萝莉和男友呢最终还是成功骗过了加拿大警察。萝莉越狱的消息传开后，已经尘封多年的案件又被推上了舆论头条。许多认为萝莉是无罪的粉丝开始自掏腰包印制短袖还有传单，然后将它们分发给民众。短袖和传单上画着一个小鹿，腿上还绑着一颗铁球，暗指被囚禁的萝莉。而在小鹿图像一侧则写着小鹿快快跑的话语。那霍希哥哥带着自己的狱友越狱后，多米尼克的妹妹是一脸茫然。我说大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那逃到加拿大后的第1个月，萝莉和男友呢就非常低调，很少出门。但是2个人呢不可能总是躲在屋子里，所以在第2个月时，2人就开始外出工作。可第3个月时，萝莉就碰到了一位巡警。巡警觉得萝莉很像是那个美国逃犯。他听到巡警要求出示身份证件时，那萝莉的心里慌得一匹。他一边假装要从身上拿出证件，一边严肃地告知巡警，自己会以诽谤向警局投诉你。而就在萝莉掏出钱包准备假装拿出证件时，
这位巡警呢却突然走开了。那看着巡警远去的背影，萝莉长叹了一口气，那这年头啊，没点胆量还真的不能当逃犯。缓过神来后，萝莉就致电男友，让其马上回到公寓，急忙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此地。而就当萝莉走到巷子准备和车库的男友会合时，她不幸遇到了加拿大皇家警察。她看到警察的眼神后，萝莉就知道这一次是逃不掉了。她被戴上手铐送上了警车，而这一切呢都被男友看在眼里。那按理说多米尼克此时还在车上，他完全还有逃跑的机会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，相反他还直接下车，高举双手向警员走去。而在警车被关上的那一刻，两个人的逃亡生活呢也画上了句号。当警方刚把两人从监狱里带出来后，一群记者呢就冲了过来，各种长枪短炮，甚至还有转播车。那阵仗啊真的是吓坏了加拿大警员。那你们两个家伙到底干了什么，居然跑来了这么多记者？那后来多米尼克呢由于教唆和协助囚犯越狱，被判处1年监禁，并且很快就被押回美国。而对于萝莉来说，她呢则面临着2条路。那其一啊是以司法难民的身份向加拿大申请庇护，那其二呢则是回到美国继续服刑。那在经过两国司法部的协商后，那作为换取加拿大放人的条件，美国司法部就同意对该案召开听证会，那讨论警方是否有按程序办案。听证会之后，如果顺利召开重审，那萝莉呢就可能被改判无罪，但也只是可能。那最终啊，萝莉呢就选择同意返回美国。法庭上，萝莉的辩护律师指出了警方调查过程中的7个重大失误，那同时还找到了全球多位顶尖的鉴定专家，证明警长家中的那把手枪不是凶器。那既然它明明不是案发手枪，那为何当时警方就没有发现呢？那实际上，当时密尔沃基警局呢之所以敢冒险用假证诬陷萝莉，是因为萝莉此前知道警局非常腐败，高层害怕萝莉会告发他们，所以呢才直接将萝莉解雇。而这个案子呢就刚好给了他们机会，可以帮他们彻底除去萝莉这个定时炸弹。那毕竟谁会轻易相信一个杀人犯的话呢？所以在证人口供、头发样本还有枪支鉴定上，警方啊全部做了假。所以检方就间接找到了萝莉，并且告诉他，我们可以收回对你的1级谋杀指控，改为2级指控。那由于你之前已经坐过10年牢，所以呢现在可以马上出狱。但有个前提，就是说你得承认2级谋杀，并且承诺不追究我们的过错，也不继续上诉。而另外一条路呢，就是说在听证会结束后接受重审，那你可以继续主张自己无罪，但是法庭最终会怎么判呢？那就得看你的运气了。那对于这2个选择，萝莉呢其实是非常纠结，是继续和警方死磕呢，还是就此含冤出狱？萝莉的律师呢就暗示他继续和检方干到底。那这般兔崽子啊，太可恶了，居然敢诬陷好人，我们一定得好好继续上诉。那少说啊，也得让警方和政府赔个上千万。那最终萝莉呢就选择了第2条路，她的理由很简单，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，她不想再冒险了。那虽然自己背负了不该有的罪名，但是10年的监狱生活，自己啊是一刻也不想待了。所以1992年年底，在因越狱被关了7个月后，萝莉呢终于从监狱里走了出来。那虽然有很多人不支持她的选择，但是看到她与父母紧紧相拥的那一刻，再多的不支持啊也已经变成了理解。那出狱后，萝莉虽然没办法在法律上直接维权，但是在洗刷自己冤屈的路上呢，她从来就没有放弃过。她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，甚至呢还专门为自己写了一本书。2000年后的 DNA 技术越发成熟，也正是靠这项技术，法医就发现当年样本上的 DNA 另有其人，不可能是萝莉。靠着这项证据，2008年萝莉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，希望新的 DNA 证据和弹道测试可以推翻此前的认罪协议以及有罪判决。那然而可惜的是，最高法院根本就不给他机会，
直接就驳回了他的上诉。那从监狱出来后，即使罗莉获得了自由，可他呢，还是没能和多米尼克共度余生。那即使大家都知道他没罪，但社会档案上的案底记录还是让他觉得自己好像还是活在监狱中。他没有办法获得护照，找工作的时候也是频频受挫。罗莉的父亲去世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女儿能够洗刷罪名，可上帝似乎有意跟他们一家过不去，一直没有让他们如愿。而更加可惜的是，2010年11月，在向威州申请州长特赦后不久，52岁的罗莉就因为肝脏硬化不幸去世。那从入狱到入土，罗莉和家人奔波将近30年，却还是没能拿到无罪判决。那惋惜二字莫过如此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